洞府！快进去！该死，这些御兽宗的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圣女，宗主派我们出来给丹宗寻找帮手，可现在我们却自身难保，再这样下去……等等，这里似乎不是寻常洞府。哼，不管是什么洞府，先试试再说。什么情况？我可是武王强者，强击对这些铁皮怪物一点都不管用。晚辈周清雅，丹宗圣女，未经允许闯入前辈的洞府，求前辈饶命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？你们是修炼者？我叫陈青，是一名武器研发专家。1年前和女儿陈朵朵一起，从蓝星穿越到这个满是武道修炼者的世界。我毫无武道修炼天赋，却意外觉醒了未来武器系统。经过1年的研发，我不仅建立了这座巨大的钢铁堡垒，还拥有了能够让整个世界恐惧未来武器。不过，空有力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女儿身负重病，早已奄奄一息。看着她一天天衰弱，我却根本没办法救助。圣女，这人身上毫无内力，好像不是武者。这么多强力傀儡，要是我们能拿到手，肯定可以拯救丹宗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要拿走这里的傀儡？为什么？你明明没有内力，却能催动这么多傀儡？瞬间移动，若是能让这位前辈出手，我丹宗岂不是有救了？前辈，在下丹宗圣女周清雅，可否请您出山，视我丹宗于水火之中？你等闯入我的地盘，现在还想让我出手？前辈，我丹宗擅长炼制丹药，无论你要什么样的丹药，我们都可以给您。还有这把天阶上品的长剑，只要您答应，也是您的。就算您要我的身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小姐，不可啊！您怎么能做出如此牺牲？圣女，师尊他老人家来之前特地嘱咐了，不能让您身陷险境。我意已决，只要这一前辈能够答应，我可对你没有任何兴趣。这武器，在我眼里也是垃圾。那你们丹宗会炼制救人的丹药吗？会，肯定会。我师尊是7品炼丹师，肯定能炼制任何您想要的丹药。多多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必须赶紧给他找到救治办法。说不定这丹宗的丹药有用。要是你敢骗我，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周圣女，就别在里面躲躲藏藏的了。我御兽宗是和你丹宗结为姻亲，是要吞并你丹宗。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让青木巨猿冲进去了。圣女，完了，是御兽宗少主，要是被他抓住，您肯定会被这畜生给……畜生，我去跟他们拼了！前辈，走吧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。终于舍得出来了。周圣女，我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顾宣尘，我劝你最好死了这条心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答应你的。你不会以为就靠眼前这个凡人也能拯救你们丹宗吧？既然撕破了脸皮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我要丹宗，我们御兽宗也要。青木巨猿，给我上！前辈，能拦得住吗？一头畜生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逞凶。PM-43式出动。这是什么？难不成此人来自傀儡宗？不对，傀儡宗也没有这种东西。不管了，先杀了他再说。
什么？青木巨猿被击倒了？这可是武皇实力的妖兽啊！一个没有内力的普通人，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？我不相信！烈焰隼，给我上！防御屏障启动。这是护宗大阵，他一个凡人，到底哪里来的内力控制大阵？一定是这座洞府的奥妙。该死，这家伙运气真好！太好了，前辈果然厉害，这下他们肯定打不进来。还不够。前辈，您这什么意思？这头烈焰隼在空中飞行，而且速度极快，普通的武技根本无法攻击，在天上就打不到了。你们对于科技真是一无所知。科技？什么是科技？J50战机出动！这是什么法器？地阶、天阶，莫非是传说中的圣级？神技，简直是神技！我从未见过这种傀儡，不可能！这种铁皮怪物怎么会对烈焰隼产生威胁？真的是一点内力都没有的凡人吗？别过来！不好，多多出事了！该死，一定是这座洞府的作用。要是没有这座洞府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周胜，别以为靠着一座洞府就能和我御兽宗周旋。丹宗可还在丹峰上，你们跑不了！不，被这家伙给跑了！快回去，前辈那边或许需要我们帮忙。多多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三魂玻璃。你说什么？这片大陆上有一伙名叫黑魂殿的势力，他们专门勾人的三魂七魄，极为恐怖。你们怎么会招惹上黑魂殿呢？前辈，你女儿的三魂已经尽数丧失，要是再这么拖下去，恐怕大罗神仙都救不回来。这枚丹药可以帮她暂时找回人魂，至于地魂和天魂，只能等我回去找师傅他老人家了。无妨，只要有用就行。这是玄茶之体。这小女孩竟然是那种万中无一的体质。悬架之体是什么意思？悬架之体是世间武道修炼者都羡慕的一种体质，只要能够踏上武道修炼之路，就能够一日千里。这种体质的上限也很高，甚至能够达到武圣的境界。没想到多多居然拥有这么逆天的体质，要不是刚到这武道世界他就遭人暗算，现在肯定能有所成就。该死的黑魂殿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前辈，您女儿的玄刹之体觉醒还需要几天时间，虽然她现在人魂已经被找回来了，但也只能稳定一段时间。日子一长，三魂未能齐聚，人魂还是会自动消散，到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多谢你的救助，你们是在担心自己的宗门吧？这个黑色箱子里面装有杀气，你们只要按照我给的说明书使用就行。等朵朵恢复，我就赶去你们的宗门。放心，这东西肯定能帮你们支撑数日。圣女，这一个小小的箱子，真的能拯救宗门吗？这里面到底装的什么？前辈说有用，就肯定有用。我们得赶紧回去，宗门那边的情况一定不容乐观。御兽宗围困我们这么久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等死吗？他们非要逼我们交出丹宗传承，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圣女呢？她不是出去找救援了吗？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？圣女，都这个时候了，
你们还想着圣女？大长老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师尊，弟子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这不是我们尊敬的圣女大人吗？让你出去搬得救兵呢，搬回来了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赶紧答应顾少宗主的条件吧。你也不想看着我们丹宗被灭门吧？混账！我丹宗还没有到要靠出卖弟子来谋取生存的地步，简直是狼子野心。他们要的岂止是清雅，还有我们丹宗的整个传承。师尊，只要有这东西，我们一定能抵抗住玉兽宗的进攻。清雅，这是何物啊？弟子在荒郊野岭遇到一前辈，用6品丹药换来此物。前辈答应救我丹宗，只是要稍晚一些。不过有此物在手，也能暂时镇住敌人。此言当真？快打开看看。这是何物？为何我等从未见过？不对啊，这东西不像是法器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灵气。难道说这东西还有其他的妙用？清雅，这就是你花费1枚6品丹药作为代价弄来的救命符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看你还是早点备好婚服，准备出嫁吧。一件没有任何灵气的垃圾，也就你这种傻姑娘还当个宝了？你胡说！前辈给我的宝物怎么可能会差？里面的人赶紧给我滚出来！要么交出周清雅和丹宗传承，要么灭门！圣女，顾少宗主可就在外面了，要不你就拿着这东西出去迎敌。去就去。周清雅，你果然在！现在没了那座奇怪的洞府，我看你还怎么逃！现在跪下来，给小爷我磕几个响头，说不定小爷还能放过几个丹宗弟子。你休想！先试试我的法器再说。哼，又是这种傀儡宗的雕虫小技。我这头妖狼可是传说中的闪电狼王，给我上！闪电狼王死了！武皇级别的闪电狼王就这么死了？这可是不输武宗级别的存在啊！难道说那件法器真是天阶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小畜生从哪找来的法器？哈哈哈，不错，清雅，你不愧是我丹宗的圣女，老夫当初就没看错人。你找的这位前辈果然是公参造化，可知那位前辈是什么修为？那位前辈没有修为。什么？没有修为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听他瞎说，要是真有这种前辈，能是籍籍无名之人吗？我看啊，清雅就是找到了一个宝库，捡了个漏而已。徐长老若是不信，等一等不就知道了。哼，怕是等不到喽。丹犬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原来你还是在做缩头乌龟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让一个弟子不好，他已经是武宗级别的修为了，配合上这条白蛇，我们绝不是对手。父亲，您终于来了！要不是有那位神秘强者挡着，我早就捉回了周清雅。一个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折损了2头妖兽。父亲，那人若是敢离开神秘洞府，我挥手便可灭了他。是谁在挑衅本宗？前辈，您终于来了！这就是圣女请回来的救兵，她背后的那是什么玩意儿？看着也不像某种古法。难道是傀儡宗的高人？不对，此人身上一点内力波动都没有，是个普通人。清雅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前辈。老夫在他身上确实感受不到内力波动，难道真是傀儡宗的高手？这前辈极为神秘，弟子也不知。
这就是你找的什么前辈？就凭这种人，也想跟玉兽宗斗？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够了！宗门本就岌岌可危，既然他愿意出手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该承这份情。若是你再出言不逊，别怪本宗主对你客气。哼，老东西，等会儿有你好受的。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这是我玉兽宗和丹宗之间的矛盾，还望能看在本宗主的面子上，就不要插手此事了。若是你执意插手，那就别怪本宗主了。受人之托罢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撕碎它！这大蛇实力恐怖，此人怕是难以对付。丹宗弟子听令，全力支援！该死！这畜生刀枪不入，我们怎么打得过？丹宗竟是真的要亡了吗？与我玉兽宗作对就是这个下场！敢在本宗主面前狂妄，看你死不死！顾宗主未免有些太着急了。就凭这傀儡手段，也想打败我的五皇级大蛇？痴人说梦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能有这么大威力！肯定是傀儡宗的某个老祖。还好这位前辈出手，不然我丹宗今天真就完了。法器，可这法器之中并没有灵气啊！看来青雅这次确实请到了高人呐。父亲，这人手里的傀儡极其恐怖，怕是大有来头。我承认这小子有些手段，不过别忘了，我们为何有底气进攻丹宗？父亲，难道您是说……那是黑魂之力。大蛇本就难以对付，这下有了黑魂之力加持，这大蛇实力直接翻倍，更是直接进入魔化状态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前辈还在，他肯定有办法救我们的。他们是来自黑魂殿的人。前辈，我可以确定他们是玉兽宗的人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们很有可能是投靠了黑魂殿，进攻我丹宗，看来是黑魂殿在幕后操控。黑魂殿来势汹汹，我们恐怕不好对付。这么说来，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关于黑魂殿的消息。今日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我丹宗感激不尽。听说您是为丹药而来，那您放心，哪怕老朽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您需要的丹药炼出来。各取所需罢了，不必如此。
丹臣子，你未免有点高兴的太早了。炼制丹药，就怕你没这个机会了。顾洪天，我丹宗如今有前辈坐镇，就算你加入了黑魂殿，也未必能灭掉我丹宗。哦，是吗？师妹，师兄啊，师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就安心去吧。你放心，丹宗的传承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保管。你这个叛徒！师尊，你不要死！大长老，你疯了吗？丹宗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去当黑魂殿的走狗？疯了！丹宗早该灭绝了。丹宗对我来说已经毫无裨益，只有黑魂殿才能让我的实力更进一步。我知道丹臣子把丹宗传承偷偷交给了你这个小贱人，劝你识相一点，乖乖把传承交出来。或许我还能在顾少宗主面前替你说两句好话，饶你不死。你休想！我就是死也不会把传承交给你，我一定要你给师尊偿命！丹宗大势已去，你还想翻起什么浪花？痴心妄想！对不起前辈，让您失望了。如今师尊已死，答应您的丹药可能……你们丹宗的传承还在你身上，对吧？在。您的意思是？既然还在，那就再造出来一个7品炼丹师。谁说丹宗就一定灭门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去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又是什么法器？这攻击简直就像天罚！我们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宗主快出手吧！该死的家伙，这到底是什么傀儡？居然杀了我这么多弟子！宗主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哼，我就不信他凭借傀儡能翻天不成！给我杀了他！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多难缠呢，根本就经不住我这大蛇的一击，一群没用的傀儡而已。哦，是吗？装神弄鬼，我看你能在我这魔化大蛇面前坚持多久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杀了我的蛇！我跟你拼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的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，连武皇都反应不过来。难道说他是武宗？本来还想问你点关于黑魂殿的事，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。高能激光术凝聚，这就杀了？那到底是什么法器？从来没有见过。有这种强者保护，我们丹宗绝对不会灭亡。爹没了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有黑魂之力的加持吗？他到底是什么实力？诸位丹宗弟子，玉兽宗宗主已死，剩下的人无需前辈出手，给我杀！快跑！你别过来！
否则黑魂渡不会放过你们丹宗的。师尊已死，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不好，得赶紧走。该死，哪里走？他已经消失了，方圆百里内没有踪影，也追不上。师尊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现在该炼丹了。前辈，这炼丹炉就是我丹宗最大的底牌，用它炼制出来的丹药会比普通丹药强上不少。你女儿所需要的7品丹药，整个丹宗就只有我师尊可以炼制。我是有丹方，可是我没有实力炼制啊。系统，帮我扫描一下这张丹方。正在为您扫描丹方，正在检测丹方可行性。这炼丹似乎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困难，固定的搭配，固定的操作手法，他们需要用内力炼化丹药，而我用高温熔炉也可以。朵朵的病情不能再拖了，现在只能如此。前辈，虽然我师尊已经死了，但我借助这座炼丹炉，还是有可能炼制出来7品丹药的。老宗主说过了，他的天赋足以成为7品甚至8品的炼丹师，只是现在时间有限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用那一招，即便丢掉性命，也一定要帮到前辈。要不我来炼制试一试？前辈，您是说您亲自来炼制？可是您的内力……前辈，炼制丹药真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，尤其是高等级的丹药，草药当中的精华，如果凝练不恰当，很有可能会导致精华流失，而且最后如果不能控制好精华的融化，很有可能炸炉。这位前辈，莫非真的想试试？怎么可能呢？圣女这么有天赋，也不可能1天之内学成炼丹，更何况这次要炼制的还是7品丹药。前辈，这是您的炼丹炉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前辈，您是说我先炼制一份6您亲自来炼制品丹药试试。可是您的内力……前辈，炼制丹药真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，尤其是高等级的丹药，草药当中的精华如果凝练不恰当，很有可能会导致精华流失，而且赶紧给前辈准备药草。最后如果不能控制好精华的融化，很有可能炸炉。不同的温度对应不同的药草，既然如此，就试一试。一会儿听我的命令，在不同的时间内把草药给丢进去，一定要快。是。3200度放入幽兰花，3500度放入七星草。这是什么炼制方法？全程不用内力，能炼制成功吗？现在就只差最后一步了。融合。6品丹药成了。这就成了？他真的是第一次炼丹吗？没有任何内力变动，没有任何的技巧，这丹药就炼制成功了。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现在我应该可以给朵朵炼制那枚丹药了。当然可以了，前辈。
多多，爸爸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丹宗不应该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吗？祝鸿天是干什么吃的？长老，都是因为周清扬那个小贱人，他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没有内力的高手，用傀儡宗的手段诈骗。你当本长老是3岁孩童吗？一个没有内力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操控傀儡？长老，我没有骗你，他能够操控不少法器，还有傀儡，而且那些傀儡根本不像是傀儡宗的手段。等等，老夫好像知道你说的是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他！我知道他的巢穴在哪儿。既然他不在，现在就是个好时候。成了，7品丹药就这么成了。圣女，前辈真是深不可测啊！他真的没有任何内力吗？终于成了，这下朵朵有救了，地魂回归，暂时就不用担心朵朵的安全。恭喜前辈，贺喜前辈！前辈，有了这枚9幽还魂丹，您女儿的地魂就可以提前回归，只不过天魂还需要您亲自去黑魂殿。不好，基地报警了，朵朵有危险！前辈，您的洞府还有人敢去？我想，我知道是谁了。黑魂殿。该死！这座洞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老，这人的洞府好生奇怪，明明没有任何灵气，却依然能自动攻击，这些都是傀儡宗的手段吗？哼，管他是谁的手段，玄刹圣体的神魂就在此处，老夫亲自来。终于开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没有内力的人能弄出来的阵仗吗？再强大的傀儡也得有人操控才行。那人不在，这些东西能有多大威胁？还没哪个人拦得住我黑魂殿！给我上！这东西怎么这么硬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哪是什么废物傀儡，分明是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！这玩意儿扛住一波就够艰难了，要是还有我们该怎么打？怕什么？不过一堆没有灵气的废铁而已。这是什么等级的傀儡？长老，长老您，长老您去哪儿了？原来藏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哼，还算有些本事，不过就这种程度的话，还远远不够。
给老夫破！哈哈哈哈！玄绰之体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谁敢动我女儿？终于你还是出现了。你果然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没有一点内力。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实力不俗的傀儡，但是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为了这一天，老夫可是为你准备了不少惊喜。居然是他们！前辈小心，这是黑魂殿的黑魂五煞。黑魂五煞不仅个个都有武宗实力，合击技更是强大，万万不可大意啊！哼，这就是你敢来找我的底气所在吗？不过既然来了，也省得我到处找你们这群肮脏的东西了。你还真是有趣，死到临头还敢出言不逊，迄今为止还没人能从我黑魂五煞的锁链下逃出。你的灵魂，本长老要亲自好好研究。前辈的手段当真是无穷无尽啊！可前辈到底是如何制造出的这些东西？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放出一群铁蚊子，就想吓退老夫？痴人说梦！给我上！黑魂五煞绝不可能失败！就让你看看你引以为傲的黑魂五煞有多不堪一击。量再多，我还是挡不住我黑魂五煞的一击。你的黑魂五煞如果只有这种程度的话，那就早些结束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黑魂五煞怎么会一个照面就没了？这也太猛了！这么小的铁傀儡，居然能产生这么强的攻击，前辈到底还有多少惊人手段？现在还想跟我动手吗？这绝对不是傀儡术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傀儡术，不过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低级手段罢了。而我所用的叫做科技。科技？老夫怎么从未听说过这门强大绝学？你不需要知道什么叫科技，只需要知道我就算没有内力，也一样可以碾死。说，朵朵的病到底该怎么治？那一缕天魂被你们藏在哪里？想救你的心爱之人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要不是店主还在闭关，这孩子早就是我黑魂殿的囊中之物了。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就让店主亲自跟你说吧。
家伙想干什么？不好，他在召唤黑魂殿殿主，前辈快打断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得逞！还想搞小动作，找死！别白费功夫了，这护照你就是把这里夷为平地都破不了，还是乖乖等死吧。哼，废物，连个没有内力的凡人都搞不定，还要本店主出手？店主息怒，此人虽然没有内力，但是一手傀儡术简直出神入化，属下不敌，这才……前辈，这并不是那黑魂殿店主的本体，是一道分身。身上明明没有一丝内力，却能操控这么多傀儡，确实连我也是生平仅见。如此有意思的灵魂，本店主很感兴趣。给我上！擒贼先擒王，给我打！没有灵气的攻击对本店主可没有半点作用。这些小玩意儿倒是有些意思，本店主会带回去好好研究的。至于你，本店主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噬魂之苦。哼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乖乖等死吧你！一会儿你带着朵朵先走，我会掩护你们撤退。想跑？今天你们谁都走不掉。事到如今，为了朵朵的安全，只能这样了。没有什么东西是火力解决不了的。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，貌似失灵了。着什么急啊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这家伙疯了吗？他自己命都不要了！该死！他人呢？跑哪里去了？店主，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不如我们即刻杀回丹宗。该死！玄茶圣体至关重要，更是拥有压制黑魂的能力，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苏醒。我这具身体支撑不了多久了，传我命令，让黑夜过来。朵朵别怕，爸爸一定会保护好你。成功了，朵朵的地魂回来了。后山那是什么动静？好神圣的气息！这是某种圣体出世了吗？这强大的气息，肯定是什么了不得的存在苏醒了。快去看看！这神圣的气息，我想起来了，玄茶圣体天生就是黑魂的克星，怪不得黑魂殿的人这么想对付前辈的女儿。朵朵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第三道神魂找回来。黑魂殿总部在哪儿？前辈，您是要去黑魂殿总部？可是你只需要说地点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情我自有我的办法。黑魂殿行事向来隐秘，总部更是不为人知。不过我知道永夜城有他们的分部，那就从这个分部开始。我要把黑魂殿连根拔起。只不过丹宗已经被黑魂殿盯上，恐怕是不宜久留了。难道我丹宗子弟从今日开始就要流离失所了吗？如今丹宗落得这个下场，我也有责任。现在我有意要将黑魂殿整个拔除，你们愿不愿意重拾信心，同我一起杀回黑魂殿？黑魂殿欺人太甚！好，那就听我的安排。前辈不是说要讨伐黑魂殿吗？现在这是……是啊，难不成前辈还需要一些药草提升实力？别瞎说，前辈是无内力之人，
怎么会需要药草提升实力？前辈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丹宗剩余弟子都已经集结完毕了。您带我们来药园是？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要对抗黑魂殿，还是太吃力了，所以得借助一些外力。丹宗被毁，战前物资必须准备充足。超级计算机居然可以计算出这些草药的具体生长时间，每一株不同的药草，甚至连适合的生长环境都可以计算出来。丹宗弟子人人都是炼丹的一把好手，可惜对于药草培植似乎不太擅长。把这些药草全部连根拔起，他们要换个住处。这里的生长环境对他们来说不太适合。啊！这可是我丹宗全部的药草积累，就这么全拔了？前辈别开玩笑了，这草药还没到年份，拔了岂不是浪费了？前辈，我们知道您实力滔天，可是在这灵草一道，我丹宗不说天下第一，但也绝不是您可以随便质疑的。是啊，前辈，我们丹宗论打架，那肯定是不如您一根毫毛。可是炼丹一道，首重灵草，我丹宗不可能出差错。你们啊，根本不懂草药培植。既然前辈这么有信心，那不如就露一手给我等开开眼界如何？事实证明，您要是对的，我们今后在草药这方面就全听您的。对，没错，说的对。看来还是不太服啊，那只能露一手了。这应该是你们丹宗最珍贵的一株草药了吧？就以这株草药为例，如何？这地涌冰莲可是老宗主好不容易种这么大的，可现在……地涌金莲至今已50多年了，这么久年份的金莲，这世上恐怕找不出第二颗了。若是以这金莲作为药引，承担起码6品丹药。前辈，这地涌金莲乃是我宗镇宗之宝，长这么大极为不易，再有1年时间，金莲便可结果，突破至7品药草之列。你要是给拔了，岂不是……这株地涌金火最佳生长处，应该是在火中。前辈，这怎么可能？据我丹宗记载，该是在水中才对。若我说的不对，我会承担一切损失。我没眼花吧？这金莲居然真的开花了！地涌金莲居然没有被化为灰烬，反而真的继续生长了。前辈说的是对的，原来我们之前真的种错了。金莲果然浴火重生了，而且要不了多久就能结果了。难道我从小所学的草药知识都是错的吗？前辈学识光博，我丹宗自愧不如，还望前辈看在我丹宗赠丹情分上，求前辈带领我丹宗重新壮大。求前辈带领我丹宗重新壮大。多多还需要丹宗的丹药，现在正是丈夫丹宗的好时机。既然诸位这么信任我，那我也一定不会辜负诸位的期望。黑魂殿必须灭掉。禀长老，您要的那一批草药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能给殿下送过去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小心那个傀儡宗的人，此人颇有些手段，实力不俗。禀城主，丹宗的人来了，就在城门之下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居然敢找到永业城！哈哈哈，长老勿虑，这群人敢来我永业城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哈哈哈哈。切不可轻敌，那傀儡宗的人可不是什么宵小之辈，就连店主都在他手上吃过亏，不可小觑。长老放心，看我如何烫他们有来无回。前辈，这永业城若是严防死守，我们真能打进去吗？
放心，你就看着就好。既然答应了你们，我肯定不会轻易冒险的。一群只会炼丹的家伙而已，还能有什么能耐？此人就是您说的傀儡宗的人吧？那就先让他尝尝我密银剑的厉害。这成套的密银弩，就算他是傀儡宗的修士，也该头疼了吧？给我打，死活不论！不好，是6品法器密银重弩，前辈小心！这弩箭不仅很辣，而且是成套的，威力不容胜选。 6品法器，这我们怎么可能挡得住？据说这密银重弩不但杀伤力巨大，还能自动锁敌，这还是成套的。这府夜怎么会有这么多重弩？雕虫小技而已。你们退后。是。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科技的力量！给我打！居然真的被前辈拦住了！我相信前辈果然没错，我们丹宗有救了！前辈到底是啥实力啊？这也太强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才买到的密银重弩，就这么被破了！我跟你说过了。 此人不可善求，长老别着急，我还有秘宝。还有什么手段能拦住他？长老，我这永夜城的称号可不是白喊的，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破得了。这屏障，这么大屏障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看这屏障厚度。 简直牢不可破，起码7品以上的法宝才打得穿吧？不知道这次前辈能不能破得了？前辈，这屏障乃是永夜城最大的驿障了。黑魂殿苦心经营永夜城多年，就是靠着这个屏障才得以发展至今。看来他们已经开始害怕您了，最后的底牌都拿出来了。原来弱点在这里。既然如此，长老，您就放心好了，这次肯定没问题。那小子就算有通天本领，也破不开我这屏障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手段。 破不开这屏障，立马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不可能！居然就这么轻易被破解了！前辈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 这个屏障对你们来说固然牢不可挫，就是你们一起上都不见得能破得开。但是这屏障在物理层面还是有难以察觉的破绽，就像鸡蛋一样，看着坚固，可只要集中攻击一个点，剩下的自然迎刃而解。物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说了你也明白不了啊！没文化真可怕。算了，先进城再说。 这人到底是谁？这手段跟傀儡宗怎么不太像？没时间考虑这个了，永夜城一定不能丢。店主在城里藏了黑魂殿的至宝，就是豁出生命也要保住。 果然又是你搞的鬼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
你竟然没有内力！我还以为你修为多厉害，看来就是靠着点傀儡手段罢了。来会会你！居然还是个体修，我们不能被他近身了。前辈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此人应该是个境界不低的体修，你确定你可以？前辈可不要小看我哦。哪儿来的小女娃找死！众星拱月。我以为圣女只是在丹道上被称为圣女，没想到打架也这么厉害。真不愧是圣女，平时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雷霆手段，圣女必杀！该死，这么厉害！想跑？还好逃出来了。等店主援助，你就……你以为跑得掉？你应该不是傀儡宗的人吧？虽然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这么强大的战斗力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化敌为友。别忘了，你女儿最后一缕神魂还在我们手中。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，如何？从你们对我女儿出手开始，我与你们已经势不两立了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别以为我真怕了你！你也就这点手段了，也敢威胁我？这家伙实力不俗，这地下的东西怕是带不出去了，还是性命要紧。该死的老东西，又给他跑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玉净灵瓶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玉净灵瓶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吗？这玉净灵瓶乃是丹道至宝之一，无数炼丹师都梦寐以求的东西。玉净灵瓶每5年便可将吸取的天地精华化作可以增加灵草成熟度的灵液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多得之物。怪不得那老狐狸往这里跑，想来应该是想带走这个玉净灵瓶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先前我让你们拔下草药，刚好可以用上了。现在先去找一处药田，把草药种下去。我马上安排弟子去做。太好了，这下我们就有用不完的草药了。前辈，圣女，我们在后山发现了一处药园，药香扑鼻，你们快去看看。前辈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带来的草药都种好了。就这颗了，用玉净灵瓶内的灵液试试看。
还真是名不虚传。这7年份的紫灵草，一滴灵液竟然直接到了20多年，太好了！这下我丹宗就有取之不尽的极品灵草了。灵液的效果果然强大，这说不定能救朵朵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太激动了。不过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不过肯定不是这株紫灵草。我知道有一种7柄丹药，可以帮助朵朵引来最后一缕神魂，哪怕她现在在黑魂殿手里。太好了，那药方呢？药方在哪儿？药方我有，丹宗传承里有记载，只不过这里还是缺少一种灵草。还差什么灵草？你说，我一定可以弄到。还差一株还魂七阳草作为药引，这还魂七阳草极为难得，我所知道的就只有紫灵秘境才有。紫灵秘境那是什么地方？紫灵秘境每10年才开启一次，里边机缘众多，还魂七阳草就是其中之一。能参加紫灵秘境的人，无一不是来自各个宗门的天才。传说这秘境中还有8品武道传承，无数人趋之若鹜，都想夺得那份机遇。不过前辈，这个秘境只有40岁以下的才能参加。那不是更好？我还没40呢。前辈，您说什么？你还没到40？废物，交给你的事就没有一件做好的，连个瓶子都保管不好。本店主还养着你这么个废物干什么？店主息怒，实在是那人太强大了，我等根本不是对手啊！每次都是他跳出来搅局，属下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黑天长老何必长他人志气？那人我也听说了，此人没有内力，凭借一手傀儡手段就打得你不敢还手。不管他是谁，我的魂力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恐惧。你居然已经修炼出了魂力！这是自然。黑天长老未免有些太激动了。我修炼出魂力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这次紫灵秘境听说比以往热闹多了，说不定就有重宝出世，我可是势在必得。等我回来之后，他们全都得死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黑魂殿有史以来的最强圣子，理当有这个魄力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本店主就给你个任务。店主请说，我黑幻一定做到。这次紫灵秘境，那周清雅若是敢去，一定要杀了他。是，属下定会完成任务。这些人的实力好像都不弱。前辈，这次紫灵秘境有2个人一定要注意，一个是来自万剑宗的剑无双，一手剑法出神入化，不容小觑；另一个是紫阳宗的凌晨，此人内功深不可测，年轻一辈里也是赫赫为名。是黑魂殿的圣子黑幻，他身上那是魂力。那人是谁？居然能修炼出魂力！魂力可是武者内力足够凝练才能透体而出，这人的实力也太恐怖了。没想到黑魂殿圣子已经修炼到这种程度了，这已经足够碾压一众年轻天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周圣女，给你个活命的机会，要不要？你少拿这种话刺激我，我和你们黑魂殿不共戴天！既然你这么着急去见你师父，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啊！这黑幻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魂力居然能外放到这种程度！哼，肯定是靠着黑魂殿的邪法炼成的。黑魂殿杀了丹宗老宗主，他想在这里斩草除根吗？你是何人？是想与我黑魂堂为敌吗？
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可他分明就是个普通人啊！这人身上居然丝毫没有内力。有意思，一个毫无内力的人敢来参加紫灵秘境，看来他就是黑天长老说的那个傀儡宗的人。我知道你没走远，有本事的话就进秘境来试试。前辈，您真的要进去吗？可那黑幻居然已经修炼出了魂力，恐怕不会让我们好过。我之所以会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救朵朵。这秘境我非进不可。放心好了，至于如何对付黑幻，我自有办法。这秘境里的灵气居然如此精纯充沛，难怪每次紫灵秘境每次开启都会引来无数天才。这秘境简直就是修炼圣地。不愧是秘境，在这儿修炼真是事半功倍。前辈，您不修炼吗？这灵气这么充沛。我需要修炼吗？我忘了您没有内力了，不需要吸收灵气修炼。帮我分析一下这里的灵气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这灵气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表现形式罢了。但是由于我的体质原因，导致我无法吸收这种能量。既然我无法吸收，那将灵气作为一层镀膜附着在其他东西上呢？既然也是能量，那压缩镀膜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就叫它灵气压缩装置好了。前辈，您这是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没想到在这秘境里还能遇到这种极品货色，既然让我遇到了，那我怎么都得尝尝鲜。谁？滚出来！小美人脾气还不小。这秘境是你家的，我乃紫阳宗少宗主林晨，想必你是听说过的吧？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与我斗没有好下场。你若是识相点儿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本少主看你有点姿色，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要不要归顺于我。至于你旁边那个小白脸，你要是给本少主伺候舒服了，也不是不能放过他。少废话，你是想与我们动手？恭喜你答对了。登徒子，受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原来如此不堪一击。乖乖听话不就好了，非得受点皮肉之苦。放开他！我当你什么人呢？原来是个一点内力都没有的杂毛。怎么，你这意思是想跟我动手？哼，你说呢？哈哈哈！傀儡宗的人，本少主面前也敢用这种雕虫小技，找死！前辈不要管我，快走！就凭你一个毫无内力的废物，也想英雄救美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哼，刚好拿你练练手，
试试我这新研发的武器。这家伙分明没有内力，发射的这个东西怎么灵气如此浓郁？难道这家伙跟我一样，也是在扮猪吃老虎？就不信你这东西真能伤到本少主！既然躲不掉，那就砍爆他！原来是紫阳宗少主在与人战斗，不过怎么好像他落入下风了？看他手里的武器，傀儡宗的人吗？不可能是傀儡宗的手段。堂堂紫阳宗少主竟然被一个没内力的人打成这样，果然有用。看来我这灵气压缩技术成功了，被灌入灵气的武器，威力居然提升了10倍不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别过来！我可是紫阳宗少主，你要是敢杀我，我爹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背景再大又如何？这可救不了你性。除非你知道天才地宝的消息，或许能换你一条命。天才地宝有了，我知道在哪儿。想必你来秘境是为了还魂草而来。我知道七阳还魂草的位置。他居然知道七阳还魂草的位置，多多等我，大爸很快就能救你了。说，这七阳还魂草在什么地方？若是你所说属实，我保证让你活着出去。该死，这家伙怎么如此谨慎？这下要逃，只能这样了。这次紫林秘境开启，刚好是七阳还魂草的成熟期，位置就在。本少主迟早会还回来的，你给我等着！该死，这家伙也太狡猾了，居然让他跑了！哼，无妨，我早有准备，他跑不掉的。前辈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叫雷达，我早就在他身上动了手脚，他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我的眼睛。这东西这么神奇，前辈你也太厉害了！这东西果然还在，看来我还是第一个来的。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居然给周雅选当保镖！都给本少主等着，迟早让你俩生不如死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早就跟你说过了能活的办法，可惜你就是听不进去。现在我自己找到了，你觉得你还有活着的价值吗？这不可能，我早就甩开你们了才对。你们别过来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！哼，你已经逃不掉，还是别挣扎了。不要！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叫年轻天才，真是不堪一击。是黑魂殿的黑幻，好强的魂力，凌晨居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黑幻，此物乃是这秘境中独一份的天才地宝，你不会是想独吞吧？剑无双，就派这么几个喽啰来阻止我，未免也太吝啬了。那跟你一般名气的凌晨已经死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黑幻，你这口气未免也太大了。你若是让出七阳还魂草，我可以不动手。就凭你，这七阳还魂草，
我黑幻就是要独自霸占，你们能奈我何？黑幻，你未免也太霸道了，就不怕撑破肚子吗？少自以为是了！天下宗门，你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又如何？这是噬魂大阵，原来黑魂堡早就做了埋伏了。紫灵秘境不是10年才开启一次吗？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那黑幻本就足够强大了，这下我们更出不去了。黑魂殿真是好大的手笔，这些人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埋伏在这秘境中了吧？居然被你看出来了，果然比那紫阳宗少主强多了，不是废物。不过看出来又如何？现在发现太晚了。与我黑魂殿作对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前辈，这阵法已经形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再强的阵法都有破绽，一定有破解之法。不要啊！前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周圣女，只要我们联姻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丹宗会有重建的一天。丹宗现在已经是我的地盘，你这么说，问过我了吗？一个没有内力的废物，还敢自称丹宗之主，小子，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？那是什么？如此庞大的法器，怎么可能呢？这又是前辈所说的科技吗？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都无法阻挡我！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够抵挡魂力！这片紫灵秘境限制8品以上的法器和武者，这东西明显就不是凡物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就如同你说的一样，我可没有半点内力，紫灵秘境怎么会限制我呢？什么？别急，这还没完。不可能！这座大阵，除非是5尊强者来了才能破坏。你一个什么内力都没有的废物，凭什么能驾驭这么强大的法器？恐怖！太恐怖了！这简直是世外高人，没有一丝内力能够操控这样庞大的法器。莫非他是上古年间的老祖复活？我是黑魂殿的少主，是最有可能继承殿主之位的年轻一辈天才。你若是敢杀了我，就代表跟黑魂殿不死不休。从你们对朵朵出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跟你们黑魂殿不死不休了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那个玄茶圣体是你的女儿。你应该是想要这朵花来救你的女儿吧？既然你不想让我活，那也别想自己女儿好过。不好，这样下去，七阳还魂草会失去药力的。你好像没太听懂我的意思，把它给我。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清局势啊！只要我再轻轻一用力，这七阳还魂草就会彻底枯萎，想救你女儿的命，可就彻底没戏了。这草药对你来说可有可无，没必要拿你的性命赌这一次。
我真要杀你，你走不掉。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跟我谈条件吧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你也有这个资格威胁我。条件很简单，放我走，这草药我就给你，如何？前辈，绝对不能放他离开。黑魂殿的人生性狡诈，万万不可相信。你只要你把草药放下，我可以答应你放你走。但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样，相信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不错，看来你是个聪明人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呵呵，想救你女儿，下辈子吧。望前辈给你活命机会，你无耻！既然选择相信我，那就得做好被我耍的觉悟，不是吗？这下七阳还魂草彻底被我毁掉，我看你该怎么办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传送灵符居然失效了！奇怪，黑魂殿就是靠着这种传送灵符才能到处肆虐，怎么会突然失效？不对，他身边的空间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封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封锁这片空间？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，灵气越浓郁的地方，越是容易被我掌控。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。就算是我没有内力，也一样可以禁锢住这里的空间。这里的灵气，在我的科技手段之下，只需要重新排列，就都能为我所用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控制住我了又如何？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女儿活下来的希望破灭吧。这是……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原来这七阳还魂草还能进化。这不可能，肯定是你在诈我！这是九阳还魂草，前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还魂草就是需要不断进化的，而九阳还魂草就是最终形态。刚才黑幻的举动，恰好就给了他涅槃重生的机会，我才能施展手段让他进化。前辈您真是见多识广，博闻多学。也不是我厉害，这都是科技的力量。该死，我的举动居然还帮了他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轮到你了，动手！你若是杀了我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！前辈，这秘境的试炼就快结束了，先把他带回去，我留着还有用。太好了，前辈，现在我们有了九阳还魂草，朵朵有救了。接下来我要开始炼制丹药了。炼丹期间，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。我需要你传令下去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大殿。是，我一定不让任何人进来打扰前辈。朵朵，爸爸马上就能治好你了。
该死！黑幻居然失手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店主息怒，定是那人用了什么阴谋诡计，不然圣子怎会失手？我还有1个月才能出关，给我好好监视他们，不许有任何差错。等我出关之后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残忍。是，属下一定办到。圣女，不好了，外边紫阳宗的人找来了，马上就要到大殿这边了。什么？紫阳宗的人？我丹宗与他们并无交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他们说前辈杀了他们少主，要来报仇来了，而且还是那紫阳宗宗主亲自前来，带了不少弟子。是那紫灵秘境内，前辈为了保护我，导致凌晨身死。那紫阳宗宗主凌啸天是武圣境强者，前辈恐怕难以抗衡。不行，前辈为了我丹宗付出这么多，一定不能打扰到他就朵朵。传我命令，去叫所有弟子过来。不管如何，一定不能让他们打扰到前辈。丹宗的人都给我滚出来！我要你们给我儿偿命！哼，丹宗真是没落了，居然要一个小女娃跟老夫说话。我儿凌晨是不是死在你们手上？现在把人交出来，我紫阳宗可以放过你们。且不说你儿子凌晨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况且凶手根本不在我丹宗，而是黑魂殿的人所为。还敢嘴硬！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！圣女，那林啸天可是武圣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这下该怎么办？这是前辈闭关前留给我的，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此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法器怎会如此巨大？太好了，我们挡住了！真不愧是前辈的手笔。有前辈坐镇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前辈果然是手段通天，就是武圣强者也能抗衡。可恶，肯定是那个家伙的手段。管你什么龟壳，看老夫炼化了你！我看你们还能扛多久？都给我死在里边！圣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被困死在这里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耐心等着就好。我们要相信前辈。丹宗弟子听令，都给我坚持住，一定要守护好前辈。前辈他成功了。终于成功了，爸爸现在就来救你。成功了，玄刹圣体要出世了。这玄刹圣体当真强大，刚出世就有这等威压，真不愧是玄刹圣体。这圣洁的气息，果然是黑魂克星。好圣洁的气息，这丹宗的人捣鬼些什么东西？不对，这气息是玄刹圣体。玄刹圣体又如何？敢杀我儿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偿命。宗主，那玄刹圣体我们不能动啊！玄刹圣体是目前这世事上唯一可以对黑魂殿产生威胁的体质了。那黑魂殿坏事做尽，是天下宗门共同敌人，我们可不能做傻事啊！可是他们杀了我儿子，此仇不报，我林啸天如何对得起他？宗主三思啊！我们要是动了玄刹圣体，天下宗门该如何看我们？我自有分寸，大不了我把玄刹圣体抢过来，我们自己对付黑魂殿。
紫阳诀第8式，紫气东来。为什么丹药不起作用？为什么朵朵还没醒？前辈别着急，并非是丹药没用，朵朵神魂确实已经归来，但是魂魄离体太久，难免会有休养期，更何况朵朵还是玄刹圣体，待她休养1个月后，自然会醒来。朵朵放心，这段时间爸爸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现在是时候算账了，敢在我炼丹的时候来闹事，找死！你就是那个杀害我儿的那个歹人了吧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小子好大口气，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的，你倒是头一个。不过我还是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区区一个没有内力的废人，到底是怎么斗过陈儿的？现在看来都不重要了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再多手段都是白费力气。前辈小心了，此人是紫阳宗宗主林啸天，是武圣境8层的顶尖高者，他的实力只比黑魂殿殿主黑魔差了一点，不好对付。知道就好，死也是要死个明白的。哼，这丹宗如今只能靠个女娃娃撑起来，还真是弱小，就别指望丹宗能护住你了。你不会真觉得你必赢了吧，老东西？哈哈哈哈！我可不觉得我会输给一个没内力的小子。看棍！小子哪里跑？前辈，能赢吗？紫阳诀第3式，紫云掌。人情小儿，你就只会躲吗？那就如你所愿，是时候给你看点好东西了。出来吧，楚浩基！现在是谁在躲？希望等会儿你可别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傀儡宗的手段？这不可能！他一个没有内力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操控这么大的傀儡？前辈也太猛了，每次操控的东西简直就是神迹一样。不愧是前辈，武圣又如何？马上一样是前辈的手下败将。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前辈了，加油吧！这就是前辈的终极武器吗？难怪前辈有恃无恐，原来是早有准备。我就不信你还能翻天不成！紫云诀！这不可能！我怎么会打不动这个东西？接下来让你知道什么叫恐惧。该死，这傀儡怎么这么强？我让你跑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靠！我看到什么了？
武圣强者被前辈一刀砍爆了，太猛了！前辈真是猛得一塌糊糊，我这辈子跟定前辈了。以后有了前辈庇护，我丹宗再无后顾之忧。宗主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强如宗主，居然都被一招解决。撤！都给我回宗门！以后再也不许到丹宗地盘上来！幸不辱命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丹宗了。前辈，您刚才召唤的那个是什么法器啊？那可不是什么法器能够比拟的，那可是每个男孩子的梦想啊！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，接下来还有大事要做。丹宗这边事情已了，接下来就该找黑魂殿了。前辈，虽然您很强，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去攻尬黑魂殿，是不是还是有些勉强啊？谁说只有我们？以丹宗宗主的名义昭告天下，成立正义联盟，联合天下宗门，让他们一起过来。若是天下宗门联合起来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是，恐怕他们不会听您的指挥。放心，自有办法。前辈，已经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。不错，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等着消息就是了。前辈，我还是觉得成立联盟一事有些欠妥。我看未必，那黑魂殿已经成了毒瘤，各大宗门都深受其害，苦不堪言。如果这种时候一个有足够实力的人站出来，必是一呼百应。那想必前辈已经有办法驯服那些高高在上的宗门化主人了吧？那是自然。若是有人存心与我作对，以暴制暴就是最好的办法。还是去看看吧。那丹宗毕竟救过我宗圣子，若不是那人当初凭借一己之力破了大阵，无双也活不下来的。哼，他是谁？凭什么左右我们？不会真以为会点手段而已，就想召集天下人与黑魂殿对抗了？此言差矣。黑魂殿祸乱天下已久，我早就想将他们连根拔起了。如今那人揭竿而起，我等不论如何也该去看看才对。王之和尚，你怎么看？老衲认为岳施主说的在理。小施主不知天高地厚，既然想扯大旗，那就先领教过老衲的活法再说。感谢各位宗主、门主给我丹宗薄面，来参加这次的。慢着，小娃娃，丹宗应该不是你主事吧？是吧？偌大个丹宗，居然是靠一个女娃娃撑下来的吗？诸位，要是我们被个女娃娃领着去打黑魂殿，岂不是可笑吗？岳门主着什么急啊？诸位，这些丹药乃是我丹宗送给各位的见面礼。你当我们是什么人？光靠这点丹药就想收买我们？不愧是丹宗的手笔。这些丹药成色确实不错，可如果只是这些丹药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吧。这丹药只是送给各位的开胃小菜而已，真正的重头戏等诸位加入联盟了，我丹宗绝不亏待诸位。今日请大家来此，就一件事：黑魂殿作恶多端，横行大陆已久，想必在座的各位都被黑魂殿害过吧？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就应该联合起来，不是吗？既然听不懂我的意思，那就别怪我用手段了。小子好大的口气，别以为侥幸破了个黑魂殿的大阵，就能在我们面前叫板了。真是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，看来这丹宗之人炼丹真是炼糊涂了。
居然把丹宗交给了你。小施主莫要说笑了，若是施主只有这点本事，老衲就先告辞了。我说的话很难听进去吗？这就是你隐藏的手段吗？就这也想困住我？怎么会动不了？小子，你到底设了什么陷阱？这小子居然能把所有人困住！出现在这里的无一不是宗门的代表人物，小子果然手段了得。别白费力气，这里是我的主场，你们的生死权都在我手上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，我不是在邀请你们加入正道联盟，而是命令你们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前辈，好厉害！难怪前辈这么有信心能组建这个联盟，原来是这样。年轻人，我们其实不是信不过你，而是那黑魂殿太过强大，胜算太渺茫了。是啊，我们何尝不想彻底根除黑魂殿？那黑魂殿报复性极强，若是秋后算账，没人能够避免。组建正道联盟没错，但是跟黑魂殿作对，实在代价太大。一味的胆小懦弱，只会让黑魂殿更加肆无忌惮。再这样下去，无异于慢性自杀，早晚被黑魂殿逐个击破。老夫承认你实力不弱于我们。可那黑魂殿依靠邪法，居然能培养出一大批能使用魂力的高手。若是正面对抗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。我知道你们害怕黑魂力，可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女儿是玄刹圣体呢？我女儿觉醒了玄刹圣体，只要等她完全苏醒就好了。居然真是玄刹圣体！若是有了玄刹圣体，黑魂殿未尝不可一战。玄刹圣体既然出世，那黑魂殿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万剑宗愿意加入。我宗也愿加入。除魔未到，那就干他的黑魂殿！玄刹圣体，没想到这小子还藏着这么个人。不行，我得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殿主大人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里可是被万剑宗庇护，你们如此放肆，就不怕万剑宗的报复吗？报复？万剑宗恐怕连自保都来不及，还能帮你们伸张正义？你们这群凡人，也只配当我的养料罢了。所有人给我听着，一个不留！前辈，以朵朵现在的状态，要不了多久就能醒过来了。我听宗里弟子汇报，黑魂殿肆虐的越来越频繁了，估计是黑魂殿察觉到了正道联盟成立，正在不断壮大实力。三仙门门主汇报说，黑魂殿正大举进攻三仙门，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。前辈，您看，我们要不要？连三仙门都这么快遭到毒手了吗？吩咐下去，我要带人去三仙门看看。联盟刚刚成立，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就留在丹宗，替我好好照顾朵朵。我吗？前辈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怕我做不到。放心，我给你留了秘密武器。前辈，您是说那个东西？丹宗和朵朵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前辈放心。
这三仙门分明是一片祥和，根本没有被黑魂殿入侵的样子啊！难道是情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你真敢单枪匹马就来了，哈哈哈哈！真以为当了什么正道联盟盟主，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哈哈，真是好久不见呐！只不过这是最后一面了，真是可惜了。你堂堂三仙门门主，居然舍得放下掩面投敌，背叛同盟，你可知道你的下场是什么？哼，同盟，那不过是迷惑你的罢了。我从来都是黑魂殿的属下，就凭你也想组建联盟对抗黑魂殿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既然你找死，敢一个人来，就怪不得别人。不仅你要死，你那拥有玄刹圣体的女儿也会成为殿主大人的祭品。我就不信今天你还能活着出去！敢与我黑魂殿作对，只有一个下场。为了杀我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，居然舍得押上全部家当。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给我打！哈哈哈哈！早知道你有这一手，早就提防着你呢。虽然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何手段，但想必你短时间内也无法发动第二次了吧？现在的你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罢了。陈青，说实话，老夫很欣赏你的傀儡手段。若是你愿意为我黑魂殿所用，我便给你个机会，饶你不死。看来你们还是没搞清楚局势。本来是想给你三仙门一个机会的，但现在没想你非但不珍惜，反而还变本加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活着了。难道他还留着后手？一个没有灵气的东西能有什么威胁？这颗小男孩就当做给你的惩罚了，你可要接住了。老东西还挺能活，居然硬吃一发核弹都没死，想必就是这个东西救了你命吧？还真是命大。陈青，你放我一命，我把身上所有的法宝都给你。你不是想知道黑魂殿具体位置吗？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只要你放过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哼，你费尽心机，处处要置我于死地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就算你杀了我，你女儿也别想活着。黑魂殿大军已经出动，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这还轮不到你操心。圣女，我们快守不住了。我劝你们还是别做挣扎了，
乖乖投降吧。无妨，我还有前辈留下来的秘密武器。启动！这就是前辈留下来的秘密武器。这是行星大炮1级准备，2级准备。这种威压不好，快跑！发射！原来前辈早就想到了，这秘密武器居然还能自动锁敌。轮到你了，你这个叛徒！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法器？圣女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从你杀了宗主、背叛宗门那天，就该想到自己的结局。去死吧！那是黑魂殿殿主，前辈不在，这下还有谁能阻止他？黑魂殿殿主降临，我们完了！那个小女孩在哪里？说，那个玄渣圣体到底在哪儿？我绝不可能告诉你。不要！圣女救我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快走开！谁来救救我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不说的话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圣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。所有丹宗弟子给我听着，前辈对我宗有大恩，要不是前辈秀智，我们早就灭亡了。哪怕今天死在这里，也绝不能做对不起前辈的事儿。圣女说的对，我们绝不能出卖前辈。圣女放心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说的。想要伤害前辈女儿，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们存心想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这是前辈回来了。是谁敢动我女儿？动我女儿者，死！黑魔，没想到你会自己找上，不过倒是让我省了点力气。是你？你不是应该死在三仙门吗？三仙门门主呢？黑天呢？一群垃圾而已，早就被我解决了。啊！解决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三仙门可是武道大派，怎么可能轻易被毁灭？前辈就一个人前去，灭了整个三仙门，这该是何等惊人的战绩！就算你灭了黑天他们，又能如何？只要老夫还在一天，你们就休想活着！黑鹰2号导弹正在部署。
死了吗？黑魂殿殿主好像是5帝级别的超脱修为，应该没这么容易死吧？快看！前辈，这些手段好像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的手段确实不错，不过老夫已是人间5帝，近乎无敌的存在，任何手段都对我造成不了伤害。这是什么？小子，即便你有再多的手段，也无法伤到老夫。说实话，老夫对你的这些手段倒是很感兴趣。休想！冥顽不灵，老夫这是在给你机会。既然不珍惜，那就都成为我的养分吧。前辈，救我！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放弃吧，老夫的虚化本来就是无敌的。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就不信了！拿命来！找到你的破绽了。前辈，这些导弹轰炸不是对他不起作用吗？为什么？等着看。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没什么，好好分析而已。你的虚化时间是有限的，而我的弹药是无限充足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了。这就是武帝的真正实力吗？体型变大了，但虚化还能维持吗？快跑啊！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战胜的。武帝的实力对付我们简直就是碾压。前辈，算了吧。黑魂殿殿主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您带着朵朵先走，我和丹宗弟子留下来给你断后。前辈，您快走吧，我们留下来。前辈，我……最终形态，出劫。前辈，我们赢了吗？他的神魔运营已经被我打散，可是人呢？前辈，不好了，朵朵没了！出发，黑魂殿一定是他。玄刹圣体终于到手了！只要我得到了玄刹圣体的精华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阻止我？住手！真可惜呀，
你晚来了一步，玄刹圣体的力量已经被老夫吸收干净，你就跟你女儿一起给老夫的弟子们陪葬吧。不可能！只差一会儿，朵朵就要苏醒了。不，我不相信。朵朵，你不会有事的，爸爸来救你了。该死，这小子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？玄刹圣体的力量还没吸收完，就差一点。这怎么可能？朵朵她怎么了？前辈，我知道了，玄刹圣体受上枪眷顾，朵朵马上就要苏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爸爸呢？朵朵活过来了。哼哼，就算这小女娃活过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这里是黑魂殿，是我的地盘。哼哼，小女娃，就算你爹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得被我乖乖吞噬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爸爸，你终于来了！我感觉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我好害怕。没事的，朵朵，有爸爸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爸爸，这就是要追杀我们的坏人吗？我是不是可以帮你啊？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热热的，充满了力量。可恶！都给我去死！这里是黑魂殿，我才是这里的主宰。这是你给我找的新妈妈吗？不，我不是。不许胡说！我们现在还被困在这里，得赶紧想办法出去。前辈，现在苍天血影大阵生成，能解除大阵的就只有朵朵的玄刹之力。您看，放心好了，阿姨，我肯定可以的。爸爸，相信朵朵，朵朵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父女就一起动手。哼哼，刚刚你打不穿，现在也一样。大可畏机！怎么可能？就是现在！好耶！终于弄死了他！朵朵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暴力了？哪有，我都是跟爸爸你学的。阿姨，你看爸爸这样的男人没人喜欢的。其实我挺喜欢的。陈青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